下面，请允许我为您介绍今天比赛的正反双方及他们各自的立场。坐在我右手边的是正方，来自清华大学代表队的同学们。本场比赛，他们的立场是：面对精神内耗，我们更需要接纳自己。接下来，有请他们做自我介绍。气势为先，文艺其从；立德立言，无问西东；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巍巍华夏，水木清华。正方一辩，清华大学李浩辰；正方二辩，清华大学宋瑞奇；正方三辩，清华大学周维光；正方四辩，清华大学刘琦。清华大学辩论队问候各位早安。大家早上好，反方一辩，香港大学陈科宇。早上好，反方二辩，香港大学李密启。各位早上好，反方三辩郑龙喜。大家早上好，反方四辩陈晴，仅代表香港大学国语辩论队问候在场各位。好，感谢主席，问候在场各位。开宗明义，精神内耗是一种较为长期的、严重的自我交战状态，消耗了大量的心力，情绪也处于高度紧张或者是焦虑的紧绷状态之中。精神内耗的起因可能是自我评价过低，过于在意他人的看法，也可能是自我要求过高，设定了难以企及的目标。总而言之，其核心都是目标和真实自我的差距和冲突。而在这两者之间，接纳自我是指肯定自己，接纳自己的真实状态；鞭策自我则是否定当下的自己，从而全身心地继续投入到这个原本的目标当中。我方认为，面对精神内耗，我们更需要接纳自己。论证如下：首先，在许多情况中，鞭策的方式其实很难达到目标，接纳反而更有可能达到这个目标。精神内耗说的就是目标和现状冲突的一种状态，所以人在这种情况当中其实处于一个严重焦虑的状态。心理学上著名的耶基斯多德森定律说明，焦虑程度和绩效产出之间呈现了一个倒 U 型的关系。高度焦虑的情况下，人的绩效产出会下降，这个时候降低他的焦虑反而会提升绩效。而接纳自己则正能够通过正确评价自己、合理化目标来有效地降低焦虑。例如，心理学报一项对乒乓球运动员的研究表明，这个运动员在不断鞭策自己多多练习的时候，反而会导致他的失误频发，而通过心理疗法接纳了不完美的自己之后，反而提升了奥运会的成绩。其次，当下中国高度竞争的大环境和单一的成功范式，决定了导致大多数人精神内耗的目标本来就是不合理或者说不现实的。比如说，在北京买房是最容易引发北漂们焦虑的目标，但是北京的房价之高意味着北漂以北京的平均工资需要不吃不喝的干41年。公务员是很多人的职业选择，然而2023年国考的报录比是70:1，热门岗位更是高达数千比1，大部分人注定是要落榜的。白瘦幼是典型的成功范式，却为女性带来了巨大的容貌焦虑和严重的精神内耗。你不仅不应该鞭策自己继续去追求白瘦幼，而是应该接纳和认可真实的自己，才是独属于你的美丽。最后，鞭策意味着付出更多的成本，甚至导致巨大的后果。去追求遥不可及的目标，接纳自我才是一个更幸福的选择。鞭策自我是要追求更高的目标，付出更多的努力，也意味着放弃了人生其他的可能性。打工者鞭策自己在大城市拼命挣钱，他们放弃的是陪伴家里白发苍苍的父母和年纪尚幼的孩子。甚至更可怕的是，过劳死的风险已经笼罩在了中国社会上。中国适度劳动协会会长杨和清课题组发现，北京白领已经有61.6%的人进入了过劳死红灯预警期，即具备过劳死的征兆。中国每年实际过劳死的人数超过了60万。这个时候，接纳自我，哪怕少挣一点钱，多留意身边的小确幸，多陪陪你的父母和孩子。面对精神内耗，把心神从追求较高的目标转向具体的生活和人，才能真正的对抗精神内耗。当你为一个目标陷入精神内耗的时候，把目光从外界收回来，你的阳光在真正的你心里。谢谢。感谢正方一辩，有请反方四辩对正方一辩进行质询1环节。好，谢谢主席。同学你好，我想先跟你聊关于接纳这一部分。在您方看来，接纳叫做肯定自我，对吧？接纳意味着肯定自我以及接受自己的一个真实的状态。好，那这真实状态里面是不是既包括一些优点，也包括一些缺点？这部分都要接纳，是吗？对，是的，但是我方认为接纳的真正态度是对于缺点，你的态度也应该是肯定的，就是我即使有这样的缺点，我也很好。好，那面对这一部分缺点，您方要继续做出努力来改变它，让自己变得更好吗？还是您方觉得现在这个现状也可以，不改变也 OK？我方认为接纳自我、接纳真实的自我，意味着给自己设立很多游刃有余的小目标。所以说，您方觉得就是这个缺点到底要不要接纳，其实是取决于这个缺点本身它是不是合理的。OK， 那我方进语境跟你具体谈好了。比如说，今天我们就在一个数学考试里面，我考了60分，就说您方接纳自己态度的这个状态，到底是这60分我还要不要继续考到80分呢？还是觉得这60分也 OK， 停在这里就好？
这个是每个人的取决都是不一样的呀。比如，如果你是一个考了60分的学生，你之前完全没有学习，只凭裸考考了一个60分，那我方认为这个时候你对自己的你就正面回答我，现在你接纳的这个心态，接纳之后要不要去做出改变？我再正面回答你的问题，我说明的是接纳自己不是单纯只看一个最终的结果的，你必须要结合你之前的所有的过往状态进行分析，才能够确定真实的自我是什么样子的。比如。好，聊到真实的自我，这边我刚刚给你提出一个学理，它叫做心理学标签效应，它恰恰就是告诉你说，当你被贴上这个标签之后，你会自己主动使自己的行为与所贴的标签内容一致，也就是说，你接纳之后更有可能停留在原地，是不是说明您方今天改变的动机是比我方要小的？我不太理解你这个学理是怎么论证到接纳能够更停留在原地的。在我听起来，更像是说鞭策就是给自己贴了一个目标的标签，所以有了这个目标以后，你就更加看不到周围的世界，所以你就只能在这个好，没有问题。所以至少我们可以看到，在自己不好的这一部分上，您方更倾向于说这个心态导向的是停留在现状，而我方更倾向于说可以朝这个目标继续奋进往前。我们来聊您方的简证您方论点好了。您方第一个论点是不是基本上就是通过那个耶基斯的学理来告诉我说鞭策没有办法达到好的效果？我方的这个学理是说，就是人在处于精神内耗的状态的时候，你一定是处于一个精神高度紧绷的状态的。我懂这个学理，来同学，这个学理我也查过，我非常了解它是什么样子。我们要了解这个学理到底怎么作用于年轻人，我们先看现在年轻人的动机水平样态，没有错吧？我们看它的起点，现在年轻人里面，我们数据告诉我们有94%的年轻人其实处于一个拖延症的状态里，是不是说明至少在拖延症这一部分的群体中，他最开始动机水平是低的？我不太理解拖延症描述的是一种行为，但我方强调的是，你难道说精神内耗的人他的精神状态很松弛吗？我不太理解。耶基斯这个学理他自己本身说的是你的这个人的行动力是什么样子，在拖延症的人的行动力一定是偏低的，因为他就是不愿意开始做。所以对于这一部分人来说，你就算你现在精神变得更加紧绷，你鞭策他一点，他刚好达到了一个平均水平，这个时候是鞭策最好的状态。往下走，有可能有另外一部分人，他们现在确实很努力很累，是不是？不好意思您方不要扭曲这个学理。耶基斯这个学理说的明明是人的焦虑程度，这您方后续解释。我问你的是，现在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人群的人，有可能他们是更加努力、更加累、更加焦虑的？对啊，所以我方对于这部分人群的论证就是说，他们已经如此努力，但还没有达到这一部分人为什么他们会焦虑呢？成因是什么？成因就是因为他们如此努力之后，发现这个目标还是达不到，这证明这个目标是不合理的呀。这个目标，这证明这个目标不合理吗？一个不可能达到的目标，你告诉我它是合理的。好，所以首先您方论证，现在年轻人他们所有的目标都是不合理的，而我方向你举证的恰恰有可能是在当今这个多变的信息时代里面，年轻人恰恰是困在了自己的小世界里，没有找到什么是真正他们应该做的正确的道路，才导致他们努力却也没有成效。往下走，您方第二点讲的是基本上就是容貌焦虑这件事情，对吧？首先，我方从来没有说年轻人现在的所有目标都是不可能达到。您方其实通篇论证都是说目标有点太长，目标有点太高。你先告诉我，你方第二个论点是不是就是容貌焦虑？我方第二个论点是说，你的很多目标本身就是由错误的社会规训所带来的，所以这些目标本身就是不合理的。比如说容貌焦虑。好，谢谢。那我方后续给你论证鞭策如何可以让自己不再受限于这些所谓错误的社会规训。谢谢。开宗明义，根据咬文嚼字2022年10大热词解释，精神内耗是精神心理上无用的消耗。在那个出圈视频回村3天，奥就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中，作者与留言者都多次提到了人生过去与未来的担忧，这些压力与焦虑构成了精神内耗的内核。可见精神内耗会出现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而接纳与鞭策最大的差异在于心态，双方都可以分析自我的现状与定位，区别在于接纳自我意味着认同与接受当下的不完美，而鞭策自我意味着对当下不满意，希望改变。基于此，我方展开以下论证。首先，面对那部分希望有所发展但仍面临职场困境的人群，选择鞭策的方式才能维持竞争力，改善自我的精神内耗。2022年中国职场人群发展建议白皮书调查显示，困扰职场的首要问题前2个原因就是职业发展瓶颈与职场能力不足。更进一步，这个瓶颈是来源于当下社会发展的巨变。2020年未来就业报告预计到2025年，新技术的引进与人机之间的劳动分工变化将导致8500万个工作岗位消失，同时创造9700万个新工作岗位。目前职场人掌握的核心技能将有44%在未来5年内发生更替和变化。全球预计有50%的劳动者需要接受再培训才能适应岗位需求。与之相对，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联合问卷中心的调查却显示，57%的受访青年说自己容易待在舒适区，目前不想跳出来。可见，年轻人一代对职场的认知是不足的，他们应对社会巨变的方式是用自己落后的世界观去回应，而社会的转型需要职场人重新学习新的技能。他们知道自己学的会更好，可是又接受不了自己重新学习的成本与困难，在内心之中不断拉扯，精神内耗由此产生。面对这些问题，只有提倡当代职场人士走出自我舒适圈，才能缓
缓解精神内耗。2021年的中国职场焦虑报告也佐证了这一点。面对职场压力，53.4%的人选择更努力的工作，56.05%的人选择进修学习补足短板，且实证上切实缓解了压力。2021年智联招聘数据研究也显示，36.5%的白领表示技术或者管理能力好是自己受提拔的主要原因。究其原因，在不断按照计划一步一步靠近目标时，我们会获得及时的满足感与反馈感，能力的发展也缓解了对未来的不确定感，可见努力确实有用。其次，针对那部分不够努力、深受拖延症困扰的人群，选择鞭策的方式才能解决弊病，改善自我的精神内耗。2022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研究显示，72.4%的受访青年都有拖延症，64.3%的受访青年说拖延中会降低自我认同感，打击自信心，94.5%的人都因拖延行为而感到后悔。在拖延的过程中，往往也是两个小人在相互拉扯，一方面知道要完成自己有意义的工作，一方面又控制不住了自己的惰性，产生拖延，由此产生精神内耗。中青报调查显示，68.46%的人表示拖延是因为自身惰性、自控力不足。对这份人群，他们应该锻炼时间管理能力，制定合理的计划，并强迫自己按时完成。进一步，当代拖延问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注意力被碎片化信息剥夺。人们产生拖延的因素是员工在开展过程中受到诸如工作互联网等碎片信息的影响。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博士亚当·阿尔特在讲行为上瘾时也讲到，长期沉迷短视频容易让大脑结构改变，沉迷短平快的刺激，只有通过不断鞭策、强迫制定计划、重新尝试长篇阅读，才有可能让我们从成瘾中解脱出来。我方在后续也会举证诸如 PDCA 和番茄工作法等切实可行的方法论和作用机理。可见，对于加剧我们精神内耗的拖延症，只有通过不断鞭策才能解脱。以上。感谢反方一辩，有请正方四辩对反方一辩进行质询一环节。谢谢。我先确认一下，您方鞭策和接纳的主要区别是什么呢？就我方觉得，对于前期的一个对自我现状的分析和定位是都可以做的，不独属于您方，而我们双方的区别在于后续态度上的分野，乃至这个态度导向的动作可能会导向不同。所以我方不是通过定义给你方论证，而是通过。所以说我大概解释一下，如果是鞭策的行动的话，会用更多的努力投入在目标上。对，然后在接纳这一侧，就是把这种更多的努力分配给更多你的日常生活，这个是公允的定义吗？我倾向于不去改变。为什么会倾向于不去改变？我想问的问题是，假设你本身用于专注在你的事业当中的那一部分鞭策，现在被放在了你的日常生活的时间当中，这个时候，比如说我去陪家人，这个是不是公允的？不是，你方这里有一个预设的前提，就是说大家现在时间精力有限，就是我接纳，问题是你方的接纳，你方自己也说了，就是接纳好的部分，也接纳坏的部分，对吧？那你接纳无论是我方的学理上标签效应，还是说我理解了。所以说您方其实并没有否认我把这种状态用来陪我的家人本身是合理的。OK， 好。第二件事情，请问您有没有一些不太适合鞭策的场景？我给您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马儿已经跑得特别累了，是不是这个时候用鞭子抽它是不太合适的？我觉得这有两层回应。第一方，确实我觉得鞭策到死，或者说已经摆烂到死了，我觉得确实不应该讨论。更何况我方我理解，就是目前的这个状态，究竟这个马儿有没有特别累，我们后期会给论证。第二件事情是，如果一个马儿它在跟一个宝马或者奔驰赛跑，这个时候你抽的时候，你为什么没有跑过人家？这个时候是不是也不太合适？你方这里的意思，我感觉你是想说，因为有不合理的社会规训。可我刚刚讲了，第一个不是从定义上没有论证为什么自我。我想讲的是比较难实现的社会目标，跟规训没有关系。比如说，现在北京买一套房子需要你不吃不喝的花41年的时间。那我继续往下去确认你方关于接纳的事情。你告诉我说，接纳本身就是不愿意改变，这个您方的论证是什么呢？不是说不愿意行动吧？不愿意行动，不是不愿意改变了。对，就无论是因为。那不然你方的也就无论是那个我方的学理还是常识上，那大家说我接纳了自己，那对啊，都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我们只是行动的方向不一样，对不对？您方的行动会不断的投注在你的那个目标之中，而我们的行动会更加的关心身边，更加关心身边的人，来找到这种幸福感。它本身不是没有行动，对吧？我觉得还是好，我理解了。我们来讲我们精神内耗本身的成因好了。您方认为精神内耗的成因是不是来自于一个高度焦虑的状态？高度焦虑是表征嘛？是焦虑是精神内耗的一个体现，一个很重要的表征，是不是？我问你哦，比如说对一个乒乓球运动员或者任何的创意性工作来讲，压力越大的时候，我想着我必须要赢，我一定要完成，这种怕输的状态，是不是反而会比那种
输了也没事，你喜欢开心就好的这种状态，反而更容易让他紧张。不是我觉得你要看大家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我方给你举了两个人群，我方觉得对于那份拖延症，他们动机水平本身就不高。那我理解，我只是想要向你证明，当一个人处于比较高的焦虑水平的时候，按照您方那种不断的逼他的方式，不一定能够实现您方那种很好的效果。你方需要证明你本身的鞭策能够带来相对更好的效果。我最后来问你方鞭策的效果的问题。我问您方是不是想要告诉我说，多努力一点，你的精神内耗就能够少一点？确实，按照我方这种鞭策的方式，无论是职场当下这个时代的，他们都说切实。当下这个时代的精神内耗是不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在你看来？我觉得算是比较普遍。然后，对，可以。从17年到现在，中国人的平均工作时长从43小时提升到了48小时，为什么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跟你的推论不符。不是，首先我澄清一下，延长工作时间不是我方鞭策倡导，你方不能对吧？至少延长工作时间是人努力的一种方式，这个你方承认吧？可以是，但不是我方倡导的方式。那我问觉得都可以讨论。你觉得这个原因是什么？他为什么没有在更努力状态下达到这个效果？第一，因为他可能是努力，我这样明白，你方要讲压力大，可是他压力大，但是却无法突破的原因是什么？这不是我方第一个论点。所以说，我想问您的其实就是为什么那一点点鞭策，您方所谓增量上面的提升可以引起内耗上面的质变，这个过程您方一直没有证。最后拖延症的问题，只问一下，关于拖延症的那个调查，您方是不是只是问了所有人说你是否曾经有过拖延症的时刻？谁没有过？那个94%有意义吗？94.5%是那个会说问的什么后悔啊？你告诉我说他有什么问题？是不是就问的就是你是不是有过拖延症的时刻？谁没有过？这件事这个论证对于我们有什么意义？因为他这里就是说有拖延习惯，那我觉得那这种采访肯定是，不然你方觉得怎么采访，怎么得出那个的？对吧？好，对，可以了。第一件事，人其实都是有缺点的，但是今天我方接纳自我，绝对不是无下限的接受自己的缺点。比如说，你是一个学生，你今天至少要保证你的课程可能要达到60分以上。我今天考试不及格，假如是因为我上课不听讲，笔记从来都不做的话，那我方觉得接纳自己也应该让你认识到这个事实。就比如说，我今天接纳自己可能不能在大城市买房，也不意味着我今天明天可能要去天桥底下睡觉。人都是有正常的需求的，所以接纳自己并不会无下限的摆烂。第二件事，其实您方今天对于精神内耗的刻画是非常随意的。人们都有精神内耗实际上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焦虑状态，它已经对你的生活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这至少说明一件事，就是引起你精神内耗的那件事，那个目标对你来说至少是非常重要的。可是你为什么依然还要拖延呢？是因为目标那来说实在太难了，我没有办法推动我面对这个高的目标，我实在不知道该做什么。其实今天我方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是如何让你从精神内耗这个状态中解出来，是从你从不动到动的那一步。而我方觉得今天鞭策可能不会带来，因为鞭策的结果是否定自己，是让你提升焦虑，可能是不会让你克服那个畏难情绪走出这一步的。我们想今天我们打辩论，我们觉得可能人要松弛一点，如果太紧张是打不好一场比赛的。如果一个人真的觉得打不好这场比赛非常的难，你在底下跟他说，哎呀，你现在的状态是不行的，你赶紧上去多说2句，他可能更不敢跨出这一步了。这个时候我不妨告诉他说，接纳自己吧，其实打得不好也没什么，他可能会更坦然地走上去，完成从不动到动的这一步转变。大家想，你第一次去游泳的时候，面对那个深水，你是非常非常害怕的。教练会干什么？会一脚把你踹下去。你在那个陷入精神内耗的状态当中，鞭策自己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最后，您方其实在讲什么？对方您方无非在告诉我说：“哎呀，这个社会的竞争非常激烈，所以你要去卷。”但是我们看看现在的中国人现状是什么？2021年人民论坛调查，73%的受访者认为当前社会节奏很快，需要一刻不停的奋斗。抑郁症患者也在逐年增加。第一财经周刊更是指出，43%的人们认为他们的承受压力已经大到让他们吃不消了。中国人民如果说自己的勤劳程度排第2的话，我想应该没有国家敢排第1了。内卷结构下，我方和您方想说是什么？我们必须要接受一个现实，就是脱颖而出的人他是少数。当你进入到工作环境的时候，绩效制度也会对你排名。一个人不可能永远都成为第1的。这个时候你不妨去想一想，我可不可以把我无限投入工作这个经历中留出来陪陪家人，陪陪我的朋友，留出来去找寻自我？为什么现在很多大城市的人他根本就不开心？他也许走在更多挣钱这个路上，但他会觉得我的生活没有了，我1年只能回去看1次父母，我父母的陪伴没有了，我的孩子在家里成为了留守儿童。这是很多内耗的中国人的现状。
对于这些人来说，我方觉得你应该接纳自己，不要再在这个无意义的内卷中竞争，让自己变得更好，让家庭变得更好。谢谢。端标你好，你们的精神内耗的定义叫做高度焦虑。不，我们可以看日常大家去描述精神内耗的状态是什么，是一段时间内啊。你好，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今天我拖延，我知道我的论文要写，可是呢，我总是拖到最后的2天才写，这个过程中我感到挺后悔的。我是一种高度焦虑的状态吗？其实说实话，第一，我方觉得，其实大家都有拖延症，80%到90%人都有拖延症。拖延是一个我在拖延的过程中，你让我解释一下可以吗？我在拖延的过程中，一边想着我该去做，可是一边想着我好累，要不休息一下？这个时候是精神内耗吧？我方先给你解释一下。第一是，其实拖延症这件事情比较正常的。第二件事，如果我方觉得您方如果能为拖延症这件事而精神内耗的话，就可能意味着你拖延症想要去追求那个目标，对你来说是非常高的、非常难的。我确定一点，至少心里内心有拉扯，这叫做精神内耗吧？严重的拉扯才能叫精神内耗，不是所有的负面。你的定义是哪里来的？啊？你的定义是哪里来的？好，我来给你读一下。精神内耗所形容的往往是一种矛盾的心理状态，对现实生活中存在不满，但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谢谢。跨前一步根本找不到方向，在这种想与不想之间持续长期的拉扯。我找不到方向，我今天论文究竟该写还是不该写，和你的定义有什么差别？不是如果你是学生的话，论文是你的任务的话，我觉得应该不是你的自由选择吧。谢谢。我继续往下去推进哦。你们说运动员特别焦虑，可是他内耗的点在哪里啊？我今天想要成功，就走一路拿到那个冠军，我在内耗什么？我给你解释一下那个运动员的例子好了，因为这个运动员的例子是这样的：当他的目标是世界冠军嘛，但是他在世锦赛的一场1/8的决赛他就输了，他当时想，我这样的比赛都会输，那我怎么样去拿奥运冠军呢？所以他对自己的失败非常不能的接受，产生了精神内耗。他认为和自己奥运冠军的那个目标存在非常大的差距。我只确定一件事情，至少他的路径是明晰的，他成就自我的路径是获得冠军这条路，没有错吧？不是，我踏出成为冠军的那一步是接纳带来的，不是鞭策带来的。我只是确定，对于运动员而言，他有明确路径能够获得成功的道路，这个时候他只是单纯在焦虑，他的内耗的点在哪里？不是，是这样的，就是我方认为，假如说我想成为一名律师，但是我自己觉得我距离好律师之间有非常大的一段差距，那我依然可能会造成精神内耗啊，不一定是非要明确。运动员有分很多种样态，你不能不把所有运动员都包进来打。我往后确定的事情是，你们说啊，接纳叫做我要和陪父母，是这个意思？是这样的，如果你接纳自己，其实不需要挣那么多的钱，那你这部分节省的心力，不妨回家陪父母。谢谢你。今天我们那些北漂一族啊，往往都是父母倾他们上半辈子之力，把钱都投到你身上，希望你去过一个更好的生活。这个时候，您方态度是说，不好意思，我想回来陪你们，钱还你们，是这个意思？他的期望违背了，因为到北京其实没有过好更好的生活，你不妨回家陪父母，享受天伦之乐。你的父母的期待是希望你的下一代子女在一个好城市有个好生活，你的态度是，爸爸妈妈，我把钱还给你，我不要了。你看，你父母期望的是子女过上好生活。如果我在北京这样非常内卷的环境下，每天过得非常的焦虑，房子只能租10平米间的，我过的是好生活吗？有没有另外一种年轻的样态，可能觉得我在追梦？我觉得爸妈给了我钱，我要成就自我，这个时候我获得了效能感。如果一个对梦想非常坚持，对自己毫无怀疑的人，我方不觉得他是精神内耗的人呀。你不也举了运动员的例子说嘛？我有一个梦想，可是我在达到梦想距离中有差距，可是我仍然想追梦，没有问题吧？我这样吧，我给你解释，不好意思，我给你解释一下我刚才的问题，就是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我有一个具体的努力路径的话，我可能就不会精神内耗，但我方觉得不是这样的，因为在一条路径方面也会有目标的高低之分。我要继续往后走了。我最后一件事情问你的事情说，你说现在对我们有很多不合理的期待，我希望在北京或者广州或者深圳、成都买到好房子，这为什么是一个不对的期待？就是我方觉得，其实中国人想买房这件事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北京买房需要你不吃不喝工作41年，不好意思，不是所有目标真的不现实。也不是所有房子都要不吃不喝吧？我买一套适合我的房子，至少我在北京能享受到较好的教育资源，有什么问题？什么叫适合你的房子？就是我可能3环以外啊，那这个时候，但是我也有一个比较好的房子，这有什么问题？3环以外的房子都要1000多万。没有问题，至少我能不能以这个努力为目标去奋斗？如果这个目标耗费你所有的精力，甚至要把你父母、爷爷奶奶、祖辈的积蓄都要掏空，我方觉得不要。
好，这个时候您方态度是说我宁愿往后退，也不要往前进。我方解释，在这个时代你不得不进，谢谢。这里的前进和后退不是您方所说的这样，谢谢。OK， 好，我第一部分先来解释对方背后对我们的攻击。他们有一个学理叫做耶克森多德森定律，这个定律我们看过，它描述是中等强度的动机水平是最合理、最高效的，高了反而会不好。所以这里有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我方现在鞭策一定会导致高水平？对于拖延症的那个人，他们本身是低水平的强度，你鞭策反而是中等水平，这是合适的，这是我方的鞭策。再往下，如果现在已经是高动机水平这部分人，我方有数据告诉你。它确实解决了焦虑，那好吧，那你可能确实鞭策之后导致它的效率变低了，但这个效率变低依然解决了它焦虑的问题，解决今天这个辩题精神内耗。再往下，你方要告诉我们，指责我们说有单一的社会成功范式，我们告诉你不是。比如说，我方有数据告诉你，年轻人具有多样性，比如有学业、事业、身心健康、外观形象、社交、婚恋，甚至社会公益和公益慈善，这些为什么是单一的？没有听到。再往下，你方告诉我，年轻人为买房焦虑，同学。我掏空6个人买房，不是因为还房贷好玩，是因为我在大城市买房，可能我有更好教育和医疗资源，所以这个时候期待为什么是不合理的，没有论证。再往下，年轻人会按自己的目标做调整的，所以我方有数据告诉你，年轻人最焦虑的东西其实是工作、学习和健康等。像买房和婚恋这种社会普遍认为年轻人会焦虑的东西，年轻人反而不会焦虑，这是我方的数据。再往下，你方告诉我说，你方指责我方工作时间变长带来内卷。或者没有解决问题，工作时间来变长了。首先，我方的鞭策不是说要延长工作时间，这不是我方倡导的鞭策。再往下一层，哪怕工作时间变长，我方有数据告诉你，在中国摸鱼的比例是94%，世界平均水平是87%，在12小时中摸鱼6小时，996的时候实际工作时间不到5小时。所以你方哪怕你工作时间变长，你实际在工作多少，我方没有听到。这是对方一些攻击的回应。再往下，进到我方的论点，我方论点想讲的是，今天青年人到底焦虑的是什么样样态？恰恰是因为我们核心技能44%在5年会变，所以我不太清楚我自己要不要继续学习。举个很具体的例子好了，我是一个学计算机的学生，在计算机的学生，我们现在大数据时代，数据量暴增。我以前是用传统的关系型数据库，但我现在发现它没有办法解决我的新问题了，所以我要学习新的东西来响应这个时代的期待，要进行高并发处理。但这时候我学新东西会有新的学习成本，还有可能会导致我旧的一些框架我需要重新来重写，这是我内耗的时候，而这个内耗是切实，我会有数据告诉你，是可以通过努力工作来解决，这方切实解决焦虑。再更一层上，更深的告诉你，你方指责内卷这个事情，内卷恰是因为你是沉浸在旧技能里，才会带来内卷。我就是因为在旧的数据库上，我没有办法带来新的提升了，所以我能去卷些 UI， 把界面做得漂亮一些，这个没有意义的东西，这才是内卷。如果你像我方一样愿意去学习新的东西，我学了新的数据库，这个新的数据库会带来新的高并发处理、新的特性，所以我做大市场，就是说恰恰是解决了内卷的问题。最后一层关于焦虑症那时候，您方无非是说这个时候大家是因为太困难，所以才会拖延症。但我发现有数据告诉你，68.46%拖延是因为自身惰性，40.5%是因为难以集中注意力，这是最大的拖延症的原因，恰恰不是因为太难，而就是因为自己自控力不足。这是我方通过番茄钟工作法鞭策自己去产生有利于工作紧迫感，颠覆自己对时间的依赖，这是我方的解决力。以上，谢谢大家。感谢反方2辩，有请正方3辩对反方2辩进行质询2环节。首先确认一下那个什么基耶斯多德森定律啊，您方念一下您方的知道的内容。我方告诉你是中等强度的动机水平是最有效率的时候。打断一下，是动力水平还是焦虑？中等强度的动机水平。我方查到这个数据是焦虑程度哟。那您方可以解释这两个时候不同，但我方查的是中等。好，所以如果是焦虑程度的话，您方也承认今天处于一个高度焦虑的状态中，这个阐述是会下降吧？倒 U 型。但是我等下给你解释一下我的学历可以吗？我查到的学历，你让我解释完。中等强度的动机水平最有效，如果高于中等强度，反而是你越动机水平越强，你会有起效果。我们来聊动机水平的事情，所以我已经证明的事情，我方查到的是跟焦虑相关的。我方觉得这可能不是严格。不要打断我，谢谢。好的。所以这件事情是我方尝试证的事情，是因为内耗的人焦虑很高。来，我要进直面挑战你拖延症的数据啊。我想问的事情是，当你很拖延，你又很焦虑的时候，为什么呀？我不告诉你成因是因为自身惰性和难以集中注意力啊。是不是觉得觉得它很难，你有畏难情绪？为什么？你又觉得这个事情我很焦虑，你又不敢做，这不就是你觉得它很难，你不愿意做吗？可能是对我而言，解决拖延症这事情很难，而不是我要不是这个事情很难。同学，我想问的是，我又焦虑，同时我又觉得，哎呀，我今天好懒哦，这样事情和怎么并存的？所以这不是年轻人精神内耗的原因吗？所以您方是不是有一种精神内耗会是，我觉得它太难了，
我方用数据告诉你，这不是拖延症的主要成因啊。哦，所以倪方认为在这里完全没有畏难情绪，就是我懒。不是，我方承认有畏难情绪，但这不是当你好像有畏难主要成因。我想问你怎么克服畏难情绪的？啊？怎么克服畏难情绪的？怎么克服畏难情绪？所以这里我告诉你是，首先第一层，畏难情绪不是主要成因，其次哪怕其实有畏难，我方要去动起来更好啊。好，我问你，这时候你让他动起来的方式是不是说扇他一巴掌，说你别畏难了，你冲，是这个意思吧？不是啊，你要看你畏难是因为什么呀？好，对，你也对，你方说嘛，所以我方的态度是你别觉得它那么难，你相信自己。你方的视角是鞭策自己，否定他说这东西好难啊，你仍然得去做，对吧？所以对，所以你有方方差距是吧？我想问你的事情是，究竟到我们很难的事情是我们觉得它很难，超级难，我觉得我现在不好，更容易去做，还是我告诉自己，哎，不太难，你试试看更好？要看那个超级难的事情是什么，这个时候你真的有的选，没有办法去做。好，对吗？你给我举具体的事例。所以你方的鞭策没有办法，起码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是，当我觉得它很难的时候，我让告诉你否定我自己现在。我有办法解决，我有办法解决。来。就拿职场例子啊，85.35%遇到了困境与挑战，至少是难了吧？但这个时候我觉得鞭策也可以解决问题啊。对，所以你已经跳例子了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方起码没有办法解决这个畏难让自己动起来的部分。好，我往后再确认你方关于后面的部分啊。我想今天比较想知道的事情是，你今天说我们可以通过带来更好的技术创新来缓解内耗和内卷，对吗？我至少你要去尝试新的东西啊，不是在旧里面，那才是内卷的东西。上一个技术革命是什么？上一个技术可能是工业革命，但就以我学的 CS 来讲，计算机革命没问题吧？啊，是计算机革命吧？可以是计算机革命。好，计算机革命带来的公司是不是最内卷的公司？最卷的公司？你不要把视角放到整个人类的革命，在计算机里面也有新的框架和新的技术啊。放在人类的层面上，我们更多的开拓之间没法带来我们所谓的交易主义的家庭，反而会让我们更卷嘛，对吧？这件事情你也觉得没问题。然后我方往后想跟你尝试确认的事情是，你方今天自己鞭策自己要动起来的那一步，尤其是如何产生的？什么叫如何产生？比如一个坦白讲，就是你在动起来那一步的产生的机理是什么？产生的机理就是你提高了焦虑水平嘛？鞭策自己应该会提高焦虑水平吧？为什么会提高焦虑水平？你觉得自己更不好，不会提高焦虑水平？我方告诉你，就是鞭策自己反而降低了，切实缓解了焦虑啊。怎么切实降了？53.4%人通过更加努力工作，56%的人通过选择进修学习，他们自己表示切实缓解了焦虑啊。你怎么知道他的这个过程是由于动起来的过程，是由今天我所谓的鞭策自己带来的，或者说是让我走出那一步的？他内卷不是这些人都处于精神内耗吗？先确认一个事情。当然在精神内耗啊。所以全部人都是精神内耗的，所以这54%的人都100%的人都精神内耗，54%人走出来了。不是啊，我告诉你是85.35%人感到了困境与挑战，这部分人感到困境和挑战应该不等于精神内耗吧？精神内耗应该是你觉得这个挑战很严重，对你来说很难吧？所以我给你解释，感到困境内耗之后，我在这种还其中拉扯，这不是精神内耗，不是你方也同意拉扯就是精神内耗？对吧？这是很强嘛，所以在面对这个很强的时候，你方让他动起来，面对很强的要动起来，原因是当然了，因为行动可以消除不确定感，并且增加掌握感，所以说这是激励动。告诉你，你怎么让他行动？激励怎么让他行动？方法论啊，我跟你有番茄钟工作法和 PDCA 这种东西都可以让你。所以您方讲的事情是焦虑水平增加这么这件事情，您方可以尝试减小这个增量，但您方仍然是增加的，而我方尝试的事情是尝试把它降低，让你更容易行动。好，就到这，谢谢。谢谢。对方同学今天在质询的时候强结了一件事情，不是在拖延症的时候，我觉得很难，我做不到。鞭策自己的态度，恰恰是觉得我对我现在不满意，但我觉得我能完成这件事情，我去完成。这个时候动力水平不就来了？您方至于说我方怎么动起来？番茄工作法的原理是把事件呈现在你的眼前，你把事件时间化的进行排列之后，把任务复杂化到简单化去分解之后，对你来说你就更容易去做了。这里解释完了。所以回到今天年轻人的样态，您方其实今天举的年轻人的样态都非常的单一，就是不就是北漂，要么就是掏空钱买房。可是这真的是年轻人的样态吗？我们有一份数据哦，我们现在年轻人显示，90后、80后有特别多的爱好，都特别烧钱。例如说他们游戏要做摄影，要做乐器，这些和社会的规训不合理的地方在哪里？这个地方倒是没有听清楚。可是往后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我们今天想要实现我们的这些乐器啊、游戏的梦想，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实现？如您方所说，我今天陪父母，我当然和父母获得了更多的时间。可是我的父母希望我有自己的人生规划呀，我希望我的父母希望我能够闯出一片天地啊。这个时候，您方不也一样没有办法让自己的精神内耗消除吗？所以往后今天最重要的部分是，我们
在这个社会的洪流中，我们怎么自处？我方的态度其实非常简单。你说的简单，你回家陪陪爸妈就好了。可是你回家陪陪爸妈怎么做到的呀？你回到不论是哪个城市，你不也要鞭策吗？今天45%的行业都要转行，你说要陪他，可是如果你没有钱，你去陪他，不也一样是没有效果的吗？所以今天您方的态度说的简单，你退你赔，可是8500万个岗位消失，你去到任何一个地方，你所拥有的工作都有可能消失。这个时候，你们的陪伴怎么解决问题？其实实际上的事情是对方今天偷换了一个概念，对方讲的那些人大部分都不精神内耗。我们先来看拖延症，拖延症大部分人是啥情况？是我看了这个事情，我觉得挺简单的，我一天就能搞定，所以之前的事情我全不干。所以拖延症的曲线是什么？之前这样坑，最后我完成了。所以这个时候他根本没有精神内耗，只有一种拖延症精神内耗，比如我自己，我看起来挺拖延的，我已经博士5年级了，正常应该4年级毕业，我挺拖的。为什么拖？因为论文好难啊，这个时候我内耗了。我没有这个很难的事情，如果很轻松就能完成，我内耗什么呀？为什么它很难？原因就是因为我想要这是一个宽广而宏大的目标，我觉得我上手就会觉得我自己不太行。那这个时候的办法是什么？你发现这个有非常有趣的说法，叫做我要接纳那个我能的自己。这个时候你要否定你现在的不能，换言之，你否定之前的过去。我觉得我都不太好呀，这个时候你的畏难情绪会达到巅峰，因为你觉得之前都不行，这个难是正常的。而你要做的事情恰恰是什么？是你要说明这个事情其实没那么难，哪怕你觉得有点难没关系，你先开始做，哪怕做差一点 OK 啦。那这个时候你更容易去做，对不对？这完成动机的比较。然后你方说的，我方就有一个事情是叫做以及你方说的那些舒适的人，那些很开心的人，他们都不精神内耗，而他们唯一精神内耗的可能其实是什么？一定是他遇到了一个很大的困难，而这个困难足以界定他的生活。比如在父母这个例子里面，如果一个父母在北京这种精神内耗，他内心想的事情是什么？大家想一想，是我又想陪爸妈，然后我现在大城市的生活好像也挺不错，大城市告诉我的范式是我要在这里逐梦，这时候他才会内耗。所以这个时候进入下一个，什么叫合理目标？合理目标不是主观的，而是要看你客观的能力和社会的比较。这时候宁方有一个说法叫做我也要看我能力嘛，要有一个合理的目标。这个时候你不是接纳自己的状态吧？宁方合理的目标总不会是在北京3环买房吧？各位同学，北京4环是中关村，你要在北京3环买房，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合理目标，各位。所以这是最核心的事情。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的事情是，你要接纳你可能在北京买不了房，没关系，回到大城市陪伴父母才比较重要，或者说父母对你的需要，因为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谢谢。一个996的上班族，他如对方所说，按照父母的期待想过一个更好的生活，在北京买房、安家立业、生孩子。这个时候发现自己根本就做不到，他陷入这样的精神内耗状态。乙方告诉他鞭策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我最后解一份定义的问题，按照您刚刚解编的意思，小杰的意思就是接纳自己是一点点去做事，鞭策自己反而是我觉得自己个废物什么都不做。到底哪个听起来像鞭策，哪个听起来像接纳？我再问你，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个地方，在这个地方我不需要鞭策自己就可以既陪父母又可以追求自己的爱好，还可以过得很好？这个地方在哪里？我现在就去。我解释一件事情，宁方可能不做的原因是叫做你设立了一个很高的目标，这件事情会展现一场畏难情绪，导致你很可能做不了。我解释你问一下你的问题啊，你刚说45%的人可能会要转行，包括很多竞争啊，是不是中间注定是有很多人都无法解决的这种结构性问题？通过竞争是无法解决的话，这部分失败的人，你通过这种目标去鞭策他，是不是他反而会陷入更深的焦虑？如果我没有做过，我可能会更后悔。这是后端价值比较。你先别急着推我方都是高期待哦。你现在想回家陪父母，可是现在新冠药 ECOM 体外肺结膜核，你的父母如果我们的父母如果不小心染病了，开机一次要6万块钱，20天的费用是10万块钱，你不鞭策自己哪来钱去陪他们？说实话，如果你用自己本来挣钱的那个时间，就更早的回去陪伴他们的话，他们可能会更开心一点。因为现在都是父母觉得你应该常回家看看，你却没有去看。对方没有。按照您方的那种数据来讲的话，比如说我现在处于一个极度的精神内耗的那种在城市当中状态当中的时候，你告诉我说这个状态当中是你根本没有办法达到的70:1的国考比例，你让那69个人该怎么解决自己的问题？所以你这时候还是说社会规训的问题，但社会也解过了。你最后也承认说这些问题我切实要动起来去解决，你也不要找一个不鞭策就可以过得很好的地方。你最后一层回应告诉我，那这个时候如果他继续鞭策了，他解决不了问题，会不会更精神内耗？我就有学理告诉你 ，Gilovich 之前告诉你，没做的后悔是几年，是远远大于做错事情或没做到后悔是几周的。所以说，哪怕推到最后一层，也是我方鞭策更加精神内耗。我确认一下，我方不是说鞭策了，而是你最后还是会有那些人。那么你把他当目标来鞭策你的时候，你最后如何面对这个鞭策带来巨大的负面反馈？因为我最后没有做到，我最后付出了巨大的成本。
我们今天的敌人不是那个高预期的目标，而是我们现实的生活。你说我把时间花陪父母的时间要更多，可是你没有解释的事情是，如果只有北京拥有那个体外核膜仪，我今天要不要拼死拼命去工作，希望能够筹得这几10万块钱20天的费用，才能够救得了他们呀？我们对此的回应已经很清晰了。我们认为，如果你为了这10几万块钱丧失了自己过去20年陪伴父母的时间，我认为这个东西是不划算的。这就是我们想要告诉你的本身的案例。最后一方面，如果本身您方已经承认了，在鞭策对于我们这些的目标很难达到的情况之下，你现在只剩一件事告诉我们说，我至少不会后悔。可是问题在于，如果你本身像我们这样，你根本就不把目标定成那件事情的话，你的后悔在哪里？同学，刚刚那个学历太抽象，我给你切实例子，就是刚刚那叶克膜的例子。我最后我确实鞭策自己，也一方面是我鞭策自己，但没有办法给父母买个叶克膜；一方面是我早早退到了2线，我根本就没有办法给父母买。这两种情况，一种是努力过了没买成，一种是我压根就没努力过。哪种面对父母确实需要这40万的时候，我更精神内耗一些啊？同学你好，北京白领已经有61.6%的人进入了过劳死的红灯预警期，有没有一种可能，你的父母还没有进医院，你自己先进了？可是您方不要着急过劳死，所以今天如果我在2线城市没有这个机器的时候，您方要退到哪个地方过劳死？很简单，我问你，如果我今天没有跟上社会的转型，我的技能都是旧的，我只能出卖我的体力，我不跟上现在社会，活在自己世界里，是不是更容易过劳死？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的人，他精神内耗在哪儿啊？这是我最核心的疑问。我再继续解释你那个劳动例子，你方要明白鞭策是有成本的。你为凑40万带来的结果，很有可能是你在每一个周末都不能陪伴父母，你每一个父母经常孤灯寡夜，他最后每一个晚上要开着电视机才能入眠，就为了让自己的房间里有一点声音。对方这是你想要的吗？很简，我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为什么会精神内耗？是因为你不得不与外界的世界所触碰。所以你今天说父母列例子很简单，我方说我们态度很简单，无论你到哪个地方去，你既要陪伴父母，可是我更希望是努力鞭策，给他们份更好的生活。这个时候也同样要鞭策。回过头来到我方一些例子吧，现代年轻人有很多追梦的形象，他们希望比如说要去追求摄影，要去追求游戏，可是这时候现实他们金钱不够了。你方态度是不是说你放下这些欲求，你不要去做这些欲求，你就回过去退回陪一陪父母就好了？你的那个爱好也太奢侈了。对方没有，你的鞭策总需要去消耗你用在现实生活当中的时间，这是我们双方在质询就达成的共识。我们双方现在态度已经很重要了，很清晰了。您方要现在为未来可能的某一个后果去买单，不断的去努力，而我方告诉大家是你要重视现在的时候，你应该珍惜和发现的东西是什么。这个时候我们双方态度比较，在父母这件事上面，是不是当下我让我们父母更开心一点，其实才是我们现在缓解能让我内耗的那个焦虑最关键的一个事情。因为我知道了，我现在陪伴他们，他们很开心，这件事情内耗是不是就解决了？同学，你自己小陈词告诉我，人有正常的期待，这是事实。你先告诉我，爱好太奢侈，父母可能需要看病，未来的预期，孩子可能要上学，我可以不生孩子。那你推到最后，人还剩什么需要达成的正常预期？我想讲是这件事情是预期和目标是两回，就是欲望和目标是两回事。你可以有欲望，但是目标和不一样。非常喜欢您方这个说法，您方要两全，我去哪都要带上父母。所以您方不仅要在3环外买1套房，您方要买2套了，您方要从赚1000万变成赚2000万了。哇，这个目标超合理，我也想有，您教教我。我方的态度是你不论到了哪个地方，你如果既想要陪伴父母，又想要获得一份社会上安稳的工作，就是需要不断鞭策的。我方现在现实问你的情况就叫做，当你现实中不断有外在的压力告诉你，我不是为了未来考虑，是我现在马上就可能失业了。您方的态度是？对，您方说话非常好，就是我的敌人是现实生活，我非常喜欢这句话。我的敌人是什么样的？是我赚不到2000万的现实生活，我要视他为敌人。我就问你，有几个人能做到这么一件事情？这中间的巨大成本，是不是你的父母要承担，你的孩子要承担，你自己的身体要承担？你怎么办？我不知道到底从哪里开始，让比赛就变成了我方就希望赚1000万、2000万。我方一直说的事情是，如果你今天要适应这个社会转型，我哪怕仅想维持现状，获得一份体面的工作，我都可能随时被淘汰。这个时候您方要怎么办呢？我回答您，从您那个3环要买房开始，就变成这样了。我方就很简单，问你怎么退怎么对。我们昨天教练讲了一句话，你说2、3线现在很好，大家没有这个信息，为什么？大家都不傻。这个时代想维持现状，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对，您方的逆水行舟叫做赚2000万的房子，一个合理的工作就能做到。同学，我马上毕业了，你教教我去哪里找？我真的很想买2套房，把我的父母接过来。同学，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现在如果你连找都不找的话，你将直接陷入失业潮。这个时候你的父母怎么办？你未来组建的家庭怎么办？没有那么好退的。
对方辩友，我觉得我可以总结一下了。你在不断的用人面对未来的那种不断的疲惫感与焦虑感，来替代你本该现在所拥有的幸福感和满足感。这件事情不就是当代人类精神内耗的最核心的成因吗？我方真的没有打算花3000万买房，真的没有，诚心的，真的。再次感谢双方辩手，有请工作人员收取分表。最后进行总结陈词环节。根据赛前抽签的结果，首先有请反方4辩。好，谢谢主席。来聊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关于谁作为鞭策还是接纳，更加能达成所谓我们这个人期待的合理的目标。对方今天告诉我们说，大家都会处于一个非常高度紧张的焦虑状态了，这是精神内耗的唯一样子。可是真的是这样子吗？今天我方给你展现出拖延症的这一群人，他恰恰真的就是因为自己懒惰，因为注意力不集中，他明明知道自己该去写那份作文了，但是他就是不停的在刷抖音、刷小红书，产生这种纠结和后悔感所产生的精神内耗。对这部分本身动机水平就比较低的人，我方告诉你，你要做的是什么？这时候你就是真正脚踏实地去做事。对方给的唯一一层回应叫做，有没有可能是因为畏难情绪呢？当然有可能。那畏难情绪你要怎么解决？通过接纳自己的畏难情绪吗？当然不是。我方给你提出合理的方法论，叫做 PDCA 还有番茄钟，恰恰就是通过把复杂的大目标一步步简单化，来让整个大的时间线变得碎片化，你才能真正有动机水平去把它做完。这是这是鞭策实际的解决力。往下走，另外一群人，他们可能现在确实已经活得很努力了，为什么还是没有成效？有没有可能是一个人在这个迭代的世界里面，他们没有办法看到这个世界已经在革新了，技术在不断的更新，他们就困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面，他们既着眼于自己现在眼前的这一份技术，却又不得不觉得说好像那个技术是更有用的，新的技术却又是更难学的。这份精神内耗怎么解决？接纳自己的现状不改变吗？当然不是。你要迈出那一步，像我方举出的数据告诉你，真正去学习新技能，真正努力去做，56.3%的人才能解决他们的职场焦虑。这是解决力的部分，聊得很清楚了。往下讲，对方就推到了最后一层，叫做那我们就放眼当下吧，我们就看看我们陪陪自己的父母，这难道不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吗？但对方同学，你不要太天真了。现在这个现实社会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说退就退，说赔就赔吗？你拿什么来赔你的父母？我方在自由辩里问你，那个6万块钱、20万块钱的那样子一个血氧机，您方能支付起吗？您方如果都不鞭策自己的话，你有什么脸面回去看那个含辛茹苦把你养大的父母？到最后，我方是想要告诉你，努力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努力真正的意义就是每个人都有他更想成为的样子，每个人都想去更广阔、更大的世界看看，每个人都想过更绚烂的人生，这是我们要的努力的意义。那对方这时候就说：“哎呀，其实就看看现在自己的现状也不错。”可是真的是这样子吗？如果说你遇到了一份不喜欢的工作，如果说你老板要加班，你得要先有积蓄，你得要先有一个不错的能力，你才有底气去拒绝，这叫财务自由。如果说你遇到你现在想回去陪陪父母，你得要有钱回去，你得要可以放得下现在自己手头的工作才能回去，这叫情感自由。所以我们发现真正的自由在当代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就像卢梭说的，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如果我们现在没有办法通过努力把自己强大起来，我们根本没有权利去制定自己人生的规则。一旦我们停止鞭策，我们也将失去对我们人生的掌控权。所以我们说，就先把自己强大起来，去一步一步让自己武装起来，鞭策自己，才能真正有可能去做那些你喜欢的事情，去见你爱的人。这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如果你心有所向往，何惧道阻且长？谢谢。感谢反方辩手，有请正方4辩。谢谢主席，各位好。20岁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要去见我爱的人，所以我现在要鞭策自己，我不断的考绩点。30岁的时候，我觉得未来我要去见我爱的人，我不断的在这里买一套房子，想办法在这里安家落业。40岁的时候，我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社会当中的困扰，不断的鞭策自己，告诉我说，未来我总会获得一个更好的结果的。这就是对方今天所有的告诉我们那些关于现实生活战场当中他们的整体逻辑，是当一个人他不断的在当下所谓用鞭策态度要求自己的时候，他在用未来的那件可能完成的那个结果来当做现在的一个赌注。可是这个时候，我们需要预见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如果这个目标本身就是当代社会那个高度竞争之下的目标的时候，你这样的鞭策的方式是会有很大的成本的。什么是你的成本？是你当下所失去的这些东西。因此，我们发现对方这种态度才是当下年轻人属于一种持续的精神状态当中的最核心的原因。因为你不断的希望在自己的存钱罐当中攒钱，你却没有办法有一个时间把这个存罐里的钱取出来，因为你觉得未来总有一个更大的需要我去完成的东西。这个时候，你在不断的用未来的这样的焦虑感、未来的这样的疲惫感来去改变，来去替代现在你本该可以获得的幸福感和这样生活。
这就是我们跟你讲的，你想要为未来的父母买一个 CT 机，现在却忘记了照顾他们自己的生活。我们最后来回应一下年方社会内卷的例子。我们想要讲为什么上一个给我们这个社会带来更多增量的时代，互联网时代，却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最大的精神内耗呢？其实本质的原因就是来自于当这个社会你希望用你所牺牲的方式来去构建一套新的社会系统的时候，这个社会系统必定会有一套跟它匹配的社会关系。因此，本身你的社会增量跟精神内耗之间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必然联系能够推论，最后这样能够带来这个内耗的降低。谢谢各位。